哎，这小姑娘不错，小朋友跟哥哥走吧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放开我，痛！哎，臭小鬼，还敢挣扎，不知好歹！滚，给我等着！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肚子好饿。我请你吃饭，再送你回家。你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。不知道家在哪儿？可怜的孩子，倒是和我这个有家不能回的人有些类似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带你回我家，随后再去卷集找你的爸妈，好吗？你家有馒头吃吗？有的，还有好多蛋糕，好多好多糖。好啊好啊，我跟你回家。怀瑾回来了呀？这人是走失的小孩。凤玲，你先跟佣人去洗个澡。不用吧，叔叔一直在这儿。怀瑾，你这乱捡垃圾的习惯可要改改了。妈，他是人，不是垃圾。你一个未婚的大小伙，带着个孩子，像什么样子呀？我给你安排了和凤家相亲，这凤家呀，可是有实力超多的老祖宗庇佑。我们顾家确实有钱，但缺少仙人助力。妈呀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妈，我是不会和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结婚的。我的婚姻自己做主，不会为了家族联姻而牺牲。顾怀瑾，你不娶凤家大小姐，你还能娶谁？你要是早日能让我抱上个孙子孙女，我管他什么凤家不凤家。妈，你不是说想要孙女吗？等我找到凤玲的父母，就认她为干女儿。干女儿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我们能够一直生活在一起，会带你去吃好多好吃的东西，玩好多好玩的。好吃的好玩的，好呀好呀，我要和爸爸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怀瑾，你还要带着个孩子去相亲？你是要气死我吗？还没找到林安的父母吗？继续找，就算翻遍整个华国，也要帮林安找到父母。灵儿，你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吗？什么爸爸？1年了，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灵儿，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，当我的女儿吗？爸爸，你本来就是我的爸爸呀。自从凤玲来了顾家，我身体好了不少，顾家的生意也稳定了，不需要联姻，我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我的家人。灵儿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爸爸，我会一直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吃一点苦。妈，找我回来有什么事儿？今天凤家大小姐要来，你可要给人家留个好印象。妈，我不是说过不联姻的吗？这就是你的相亲对象凤婉哥，你们要好好相处一下。顾怀瑾，果然一表人才。听说你在公司里面表现不错，刚和凤家合作项目在海外拿下了100亿订单，想必这一定是顾少的功劳吧？凤大小姐，我拒绝这场联姻，况且我已经有孩子了，先走了。竟敢给我耍脸色！要不是家族里放出这顾怀瑾体质特殊，运气加深，我才不会上你们这暴发户家里。婉哥，你别生气，怀瑾这孩子呀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之前呀，也不知道从哪捡了个小乞丐，找不到自己的父母，就把他留在了身边。一个9岁的孩子罢了，影响不了你们联姻的。等你们呀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把他寄放在别人家，怀瑾啊会理解的。阿姨，那没事儿。等结了婚之后啊，我相信顾少一定会明白，既然只是个乞丐，那除掉便是。哼。灵儿，爸爸有事出去一趟，你啊在家乖乖的。走了。哼。你就是那个小乞丐？
想不想跟我走？还有更多好吃的。好啊。阿姨，这里没有吃的呀。吃的？你还真是个傻子。可惜了，我今天把你带来这儿，可不是来找吃的。这个布里面可是放了能够毒死成年大象的毒药。这里荒无人烟，你死在这儿，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找到你。一个小屁孩，敢挡在我和顾怀瑾的中间，找死！爸爸，爸爸。凤仪，凤家老祖宗回来了。这令牌怎么在发烫？莫非是老祖宗回归？凤家第10代家主凤璇恭迎老祖宗回归。起来吧，凤璇。你这些年找武辛苦了。吾这次召你前来，是为了通知你，吾寻到了有缘之人，他护吾数年，吾曾发誓回报，要扶他至青云。既然是老祖宗看重之人，我凤家当鼎力相助，不如直接让他变成我们凤家人。不必，我身份特殊，又像小孩模样，如此做派会很容易惊到对方，不妥。看来救助老祖宗的人家世一般。吾自有办法，你就准备好足够的礼，不能辱灭我们凤家的面子。是。怀瑾，婉哥已经说了，凤麟已经被凤家人接走了。你真的要为这个来路不明的丫头毁了你的前程吗？阿姨，没事的，我理解怀瑾哥，这生意上的事啊，我会帮忙。有了凤家的帮助啊，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怀瑾，现在有一门现成的婚姻能帮助你的事业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我不相信凤麟啊会无缘无故的走。我劝你啊，先跟婉哥订婚，这样我们顾家首富的位置才能保住。好，看来如今的权宜之计只能先同意，等我亲自去和凤家家主商量解除婚约，再让他彻底死心。凤家老祖宗找到了。凤家老祖宗？以老祖宗的势力，这下和顾怀瑾的婚事稳了。这就是传说中存活1000年，每次出山必有神力，助华国腾飞的老祖宗。这下与凤家结亲，强强联手，这我们顾家也算是有神仙助力了呀。且慢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他还活着？怎么可能？爸爸，这婚事我看还能再商量。灵儿，灵儿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爸爸，多亏你这些年的照顾，吾的意识才能彻底清醒。我此次回来，就是要报答这几年的恩情。原来就是你叫凤麟，你一个小乞丐啊，就别胡闹了。马上呢，我就要和顾怀瑾结婚了。你一个小孩能帮助他什么呀？能帮他的呀，只可能是我。放肆！凤家的小辈见到老祖宗就是这么说话的。怎么回事？这臭丫头讲话居然有股霸气！不可能，不能让她进顾家。放她来，我和怀瑾以后的孩子可怎么办？我看你是蜂蜜诱犯，一个小乞丐，整天妄想自己是老祖宗。怀瑾，我们已经养了他1年了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啊，我现在就取消和凤婉哥的订婚。灵儿已经回来了，你不是想要孙女，何必再娶一个外人进家门？顾怀瑾，你不和我凤家大小姐联姻，居然要让一个小乞丐做你的女儿！顾怀瑾，婉哥可是帮助过我们家生意上解决问题的，这个臭乞丐对你没有任何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妈，自从灵儿来到顾家，不管是我的身体还是顾家的生意，都好了很多。我认为灵儿就是我的福星，我不会抛弃她。逆子，你要存心气死我呀！灵儿，不必听奶奶的话，她要是赶紧走，我们就去别的城市。爸爸，光逃避是没有用的。奶奶给你介绍一次相亲，就会有无数次。你要学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居然有被教育到的感觉。小丫头，
凤家老祖在世千年，岂是你这个黄毛丫头？还有我们凤家独特的家主令牌呢。大胆后辈，竟敢这么和我说话！不过你们既然不信，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你是不是又要编什么谎话，什么令牌弄丢了之类的事儿？这凤家老祖宗立下的规矩，这令牌从不离世，这凤家儿女都知道的事情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弄丢啊？你根本就不是凤家的人。欢哥，你消消气，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怀姐，我这就让人把她送走。你现在就跟婉哥订婚。这女人还真是凤家的血脉，难道我们凤家血脉如今只有这个酱阳吗？妈，你要是赶走灵儿，那我也不在顾家待了。你把这小孩留着，岂不是打凤家的脸？凤玲，你要是拿不出来证据的话，休怪我动手了。这臭要饭的，在我们家待了1年。好啊，我看你就是看上了怀瑾的财产吧，现在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一个小乞丐能对顾家有什么用？小孩儿，我能拿出这么多嫁妆帮助顾怀瑾，你能吗？我自然能。速来顾家，把凤家千年宝物带回来。故弄玄虚，你在跟谁说话？要是挥挥手就能招财，那我们都坐在家里挥手好了。凤玲，你确实是可怜，小小年纪，脑子彻底坏了，整天妄想着自己是老祖宗。妈，凤玲已经清醒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怀瑾，你就这么维护这个小畜生？他若真想进我们顾家，哪有晚辈不敬长辈的？生活在垃圾堆里的人不懂规矩，这拜长辈啊要跪下。凤玲还这么小，况且下跪就是个糟粕礼仪。灵儿，咱不听他的话啊。爸爸不用担心，这世界还没有值得我跪下的存在。我是凤家老祖，这世间唯一敬畏的只有天和地，而且你们还不配。你竟敢说我们不配？我们顾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一点感激都没有吗？你就惦记着怀瑾那点财产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凤玲，不必要听他们说这些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不需要给任何人下跪。没事，让我来。这几年一直帮助我的是顾怀瑾，不是你。还要顶嘴？我今天非要你下跪不可。除了天地，这世间还没有人能承受我的跪拜。要承受这一拜，轻则减寿，重则丧命。老太太，你真的要我下跪吗？让你跪下你就跪下，一个小孩跟长辈跪下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，你还真当自己是老祖宗啊？够了，我替他跪，可以吗？不，我今天必须让他跪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很期待，那我便跪了。还要继续吗？妈，你为什么非要逼他下跪啊？不过是地震罢了。凤玲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跪下。太太，不好了！顾家祖宅被雷劈，起大火了！顾家祖宗的坟头被烧了，连墓碑都被烧坏了。难道说，真的是因为灵儿？阿姨，这是雷电天气，森林起火，火势蔓延到了顾家，这是自然现象。你们看，已经报道了。这些下人太没见识，只是老宅多年失修，遇到了火灾，运气不好。等你们婚事办过了，我就将那老宅换个地方。那这茶还喝吗？妈，你要喝什么没有？为什么非要让灵儿给你端一杯茶呢？乞丐敬上来的茶，我堂堂顾家主母，怎么就喝不得了？你看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小乞丐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用雷把我给劈死啊！妈，你居然敢在这茶碗里面下毒！凤玲还这么小，她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？我也喝了，根本就没有下毒。你少冤枉凤玲！我早就说过，你们承受不起这一杯。
顾怀瑾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你居然要为这个小乞丐这么跟我说话吗？凤大小姐，我们之间不可能结婚。顾怀瑾，你确定打算不和我结婚是吗？哪有天赋，这茶水绝对有问题。难道是顾怀瑾的体质能化解？那我更不能放手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的这个嫁妆里面有个祖传的宝物，是老祖宗的画像。等拿出来这个老祖宗画像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。赶紧拿出来！你们看，这就是老祖宗的画像。这分明就是一个人。这怎么和灵儿长得一模一样？灵儿，难道你真的是凤家老祖？自然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是相信灵儿。不，这不可能。这老祖宗在世千年，这怎么可能还是儿童的模样？我知道了，这老祖宗的画像不是孤品，凤家每年祭祀都会有很多人看到。好啊你，小小年纪心机这么重，居然敢冒充老祖宗的样子，你该当何罪？怎么可能真的是凤家老祖啊？我记得凤家老祖鸿运齐天，但凡有仙人相助，必能财运滚滚。如果他真的是凤家老祖，那怎么不留在我的顾家，祝我们顾家财运滚滚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自从爸去世之后，顾家的生意就一直不济。自从灵儿来到我们顾家，我们顾家的生意才顺利起来。住嘴！明明我们顾家都是凭你的本事，跟这个小乞丐有什么关系？他要真的是老祖宗，那他进了我们顾家，为什么我们顾家之前是首富，现在却屡次遇到危机啊？顾家的生意是我做的手脚，可不能让他们知道。阿姨，一定是这个灾星，他夺走了顾家的气运，所以生意才会这样的，都是他害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看就是你断了顾家的财运，就为了你的姻缘。他知道了，不可能，这是没有任何人知道，他只是误打误撞说中了。灵儿，我来。妈，够了，生意一直是我在打理，灵儿还是个孩子，她连公司在哪都不知道，要怪就怪我。凤大小姐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，我们是不会结婚的。我会和凤家主说我们退婚的事情，今天请你回去。顾怀瑾，你说废除婚约就废除婚约，这可是两家的协议啊！你要是敢退婚，我们凤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逼我，那这顾家的家产我不要也罢。喂，王秘，将我在顾氏的股份全部转到我母亲名下，尽快将股权转让书送到我家里来。妈，这样总能换取我和灵儿独自生活了吧？顾怀瑾，你疯了！爸爸，想不到他为了我，竟然能做到这个份上。顾怀瑾，你就真的瞧不起我吗？我可是凤家大小姐呀！凤家又如何？凤玲是我的女儿，只要不接受她，谁也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妻子。妈，你可以用家法处置我，但是这婚我不会结。爸爸，你何必牺牲到这个程度？顾怀瑾，你确定要为这个小丫头放弃你的家产？不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做。阿姨，我的这个嫁妆里面还有个镜子藏品，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气运。如果他真的是老祖宗的话，也一定能看出来他的好运。就是这个镜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顾怀瑾倒真有运的，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。这就是老祖宗的法宝留下的神力，待会儿就能知道你是真是假了。哼！儿子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，你确定要为了他反悔和凤家的婚约吗？这个呢，刚刚照出来了顾怀瑾的运道，说明他是货真价实的。凤玲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这面镜子承不住我的压力，马上就要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传承100年的宝物。
灵儿，小心！宝物怎么全坏了？这宝物时间长了，承受不住我的力量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是他毁了我们凤家的宝物。老祖宗已经回来了，就算你是个小孩子，也不能免去惩罚。灵儿就算不是老祖宗，我也要护她周全。凤灵，你若真是凤家老祖宗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宝物被损坏？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宝物被损坏？这面镜子已经老了，没有太多价值了。我想要，可以再做一面，为何要把一件垃圾当成宝？诡辩，还在那儿诡辩！喂，爷爷。王哥，你是不是在顾家？是啊，爷爷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有人自称。老祖宗有令，爷爷马上就来。老祖宗知道我受委屈了，专门找人来替我撑腰。家主，我的爷爷，马上就要过来。他可是见过老祖宗的模样。凤灵，我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？不行，万一凤家家主真的波及了灵儿。灵儿，爸爸带你先出去吧。爸爸，凤家家主见过我，为何要走？你还在装模作样。等一会儿我爷爷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还在装模作样。等一会儿我爷爷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爸爸，爸爸从小身体孱弱，只是这些年你在身边，不曾发作。运道里夹了黑色气息，这分明是有人故意要害他。爸爸，有人害你！害我？凤婉哥，我问你，这是何物？你难道想说我在这里面下毒了？这分明是夺人气运的东西，将他人的气运占为己用，到最后，爸爸的身体只会被吸干所有的气运，变成尸体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胡说八道！阿姨啊，自从他来的1年期间，怀景哥的身体总是出现问题，现在还怪在我们头上，真是可恶！凤灵，你这个祸害，去死吧！小心！灵儿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儿子，我不是想杀顾怀瑾的，都是他，这不能怪我。灵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没能保护好你，爸爸食言了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怀瑾怎么了？还有救，只要用我留在凤家的千年灵药，这点上没有大碍。你把怀瑾哥害成这样，到底想干嘛？不知道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了。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他喂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在急救来之前，你不能乱动别人的。还好我多备了一颗救命丸，能暂时吊住他的命。时间紧张，我必须马上带他走。住手！我儿子病重，不能被拖动，你这是在要他的命！你快把他放下！你，凤灵，你居然敢弄碎老祖宗祖传的玉佩！吾说过，收回你的全部气运。凤家的恩典不属于你，现在还是爸爸的身体要紧。至于你们，我之后再回来处理。我的儿子呢？我的怀瑾，我的儿子去哪儿了？这个该死的凤灵！他们在凤家老宅，他们居然敢去老宅！这地方和我走的时候差别不大，东西还没变，这凤家家主还算尽责。这居然是真龙体质！我一直察觉顾怀瑾的体质特殊，原来是这样。身体不好，只是因为无法承受这霸道的力量。光是这样贴近，就对我完全恢复的神力大有益处。怪不得1年前神识离体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亲近他。灵儿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爸爸醒来就好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凤家老宅，可以专心养病。这次我终于看清了母亲的真面目，根本不是为了我的幸福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谋取荣华富贵罢了。
灵儿，谢谢你。阿姨，我很确信怀瑾就在凤家，我得赶紧去找灵药，免得耽误治疗。灵药不见了，何故在此喧哗？我爸爸正在休息。我儿子呢？如果你让我儿子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机会，我们顾家绝对不会饶了你。怀瑾，还好没事。既然人无事，爸爸需要静养，你们可以滚出凤家。怎么回事？这小乞丐怎么把老宅当自己家似的？莫非是他偷走了灵药，救回了怀瑾？这分明就是我家。看在你把顾怀瑾救活的份上，不管你是怎么进了这个凤家，现在请你立刻滚出去。凤婉哥，我已将你从家族除名，即刻起，你不得再踏入凤家半步。你一个小偷，还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了？分明就是你偷的千年灵药。你又是怎么知道这家族至宝的位置？哦，一定是之前偷偷潜入进来了，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这宝物的位置啊？聒噪！怎么回事？我说不出话了。难道这小孩真的会古怪的法术？我说过，你做的恶事要一件件偿还。难道凤灵真的是老祖宗？不行，我再观察一阵，不能得罪这样的角色。婉哥，你看怀瑾已经伤成这样子了，我看跟凤家的婚事就往后延延吧。阿姨，我的嫁妆已经放到你们顾家了，这婚约怎么能说废就废啊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也相信凤灵就是凤家的老祖宗吧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凤家老宅了，我记得这里有一个灵宝，能够检验凤家血脉的真假。凤灵，你敢试一试吗？既然非要打自己的脸，那我就依着你。这个是凤凰老祖传下来的千年玉佩，它可以根据凤凰血脉的程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这血脉越纯呀，呈现出来的颜色就越深。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这个上面，就能够验辨真假。凤灵，你敢吗？小小测试，有何不敢？我早就用血俩的手段阻断了水晶玉佩对外界的反应，玉佩如今能对我产生反应，就算真的老祖宗来了，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玉佩。这玉佩似乎有点古怪。凤灵，铁证如山，你根本就不是凤家的人，还敢自称是凤家老祖宗？还装模作样呢？你根本就不是凤家的人。哼，这山鸡啊，永远变成不了凤凰。看来这凤灵还真是装的。心虚之人才需要自证，吾的身份无需证明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现在我就来证明给你看看，谁才是凤家的人。哼，看到了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凤家人。只有真正的凤家人摸到之后啊，才能测试出引发凤凰图腾。你根本就不是凤家人，赶紧滚出去！等等，这玉佩被人动了手脚。李家可是现在除凤家外唯一还掌握秘术的世家，教我的改造方法无形无色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人看得出我动了手脚？别在这垂死挣扎了，这么重要的宝物，我可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切割。你与其绞尽脑汁想这些借口啊，我劝你啊，还不如好好想想，之后啊去哪条街乞讨。担心刚才得罪凤婉哥，现在可要好好讨好他。我看这玉佩，表面光滑无任何痕迹，怎么可能给人动过手脚？凤林，我看你救过我儿子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赶紧给我滚！
封住这里面的东西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反应。拜见主人，感谢主人助我脱困。不必多礼。这封印歹毒，有人敢在我的地盘动手，看来是等不及了。凤灵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不要验证我的真假吗？这足够吗？金色，只有凤凰血脉纯正的像金色，传说中也只有老祖宗才会有这样的。难道说，凤灵真的是凤家人？她是流落在外？不可能，我才是凤家最优秀的人，没有人比我的血脉更纯正。可恶，说她真是凤家血脉，凭借着天赋，等她长大，完全可以夺走我凤家大小姐的位置。不能让一个乞丐夺走我的位置，不如现在就杀她，换掉她的血，这天赋啊，就是我的了。还有什么手段，一起使出来吧！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当今灵气稀薄，凤婉哥不像是会法术的样子。方才他能用一块镜子宝物伤人，现在又能封印这上古玉佩，事有蹊跷。谁告诉他这些法术的？除非有人想通过他来对付我。喂，爷爷，有人来老宅闹事了，他还谎称自己是凤家的老祖，还扬言说要把我赶出家门。等着，我马上就到。哼，听到了吗？家主啊，马上就过来。你居然还敢站在这儿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家主回来，我老祖宗站在这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按照婉哥你刚才说，只有纯血的人才能引动这玉佩，难道他真的是凤家老祖宗？不可能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听过这号的人物。只要是出生在我们凤家的人，都会自动的记录在家族的族谱上。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凤灵这2个字。这一个已经被除名的小辈，还在这里胡搅乱缠。凤璇回来之后，可得好好反省这几年对凤家子孙的教育了。凤璇回来之后，可得好好反省这几年对凤家子孙的教育了。放肆！爷爷的名字岂是你能叫的？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血脉纯正就是老祖宗了吧？凤灵，别得意得太久。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凤家以外的事物，我可有唤醒办法。我要夺走你的血脉，成为凤家最完美的继承人，让你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婉哥，这话别说得太绝，可能凤灵真的是凤家人。你好啊，这老太婆觉得凤灵要是凤家人，顾怀瑾可是名义上的亲爹，顾家根本不需要我。不行，我要先稳住他。阿姨，这来到我们凤家了，要不我好好给你看看家里的东西。阿姨，这来到我们凤家了，要不我好好给你看看家里的东西。那这些东西啊，等我嫁给怀瑾哥之后啊，我都会带上的。这个是我母亲生前留给我的玉佩啊，还有客厅的这几幅字画，到时候啊，我也会带上几张的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南玉，这可是张大师1000年的画作。这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又不是我们凤家的人，又是个小孩子，这些东西啊，也轮不着他。好好好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可笑，这凤家的东西像是地摊上的白菜，任你挑选，这东西不会给你带走。凤婉哥，哼，你等着，等我爷爷过来了，看你还能不能得意起来。是谁胆敢在我凤家胡闹？谁胆敢在我凤家胡闹？敢冒充老祖宗？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！就是这个不知死活的小鬼，他撕碎了我在族谱上的名字，还偷了灵药，还冒充老祖宗。爷爷，你说应该要怎么惩罚他？凤家家主在此，何人敢在凤家放肆？哦，我如何放肆了？死鸭子嘴硬！爷爷，就是这个小鬼。老祖，老祖，他真的是老祖啊！先别暴露我的身份，你这重孙女虎怪！婉哥这丫头竟敢对老祖宗不敬！你刚才叫凤灵什么？
我是说，就是他冒充我凤家老祖。没错，爷爷，就是他。他谎称是凤家的老祖宗，根据凤家家法，应该逐出凤家，永不入内。把他逐出凤家？王哥，凤玲啊，他是来我们家借住的远房亲戚，这是我的疏忽，忘了提前告诉你们。这位是啊，爷爷，这位呢就是顾家的主母。您之前不是说过我和顾家有一段姻缘吗？所以今天我就主动邀请您来我们家看看。凤家主，我这次来是要和凤家取消婚约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凤玲是我的女儿，凤小姐好像对我的女儿不太喜欢，我无法和不爱我孩子的人结婚，所以凤家主，请取消这份婚约。灵儿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不会对她不管不顾的。这就是老祖宗看上的小子，倒是有点意思，我正好来考考他。小子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原来婉哥和这小女孩可不一样，你确定要毁了这桩婚约吗？怀瑾哥，这凤玲，这是个普通家庭孩子出生的，也是借住在这儿的，她怎么可能帮到你们的呀？怀瑾，婉哥之前也是无心伤害到你，他本质是不坏的。你看凤家也是豪门，也不会亏待他的。你把凤玲还给凤家，跟婉哥结婚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灵儿，你想回家吗？爸爸，凤家很好。是啊，那爸爸就送你回去。其实你和我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。我的爸爸只有一个啊。真的吗，灵儿？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在一起吗？爸爸在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，那如果爸爸有难，我怎么可能会丢下你一个人呢？好，爸爸会一直和你生活在一起，一起度过难关。怀瑾，你这个榆木脑袋，凤玲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帮助。婉哥才是凤家的大小姐呀！妈，如果你继续这个态度，那顾家我也不会再回去了。凤家主，麻烦您和灵儿的亲人说一声，日后我和他们商讨抚养权的问题。灵儿，日后爸爸会给你举办一个宴会，告诉整个京城，我顾怀瑾有一个福星的女儿。爸爸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怀瑾，你真的要不顾一切和这个小乞丐玩过家家吗？凤小姐，我不要金银财宝，我只要灵儿健康平安的长大。不错，有魄力，面对这么多人的压力，仍面不改色，不愧是老祖宗看中的人。这个小兔崽子，敢冒充凤家老祖，这笔账怎么算？爷爷，根据凤家的规矩，应该要怎么惩罚他？在我凤家冒充老祖宗者，自然是处以极刑，剔除新国，永不得修炼道法。凤玲，听到了吗？我好心劝你，你不走。今天啊，就是你的忌日。凤玲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，活着抽干你身上的血。哼！唉，这丫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如今闹到老祖宗面前呢，我呀也保不住她。没有效果。不可能！根据祖宗定下的规矩，只要是违背家法之人，使用的灵宝一定会受到惩罚。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？这大厅里的灵宝，你要不要都试试？说不定有奇效呢。这不可能！你犯了大错，我一定不会让你逃出惩罚的。看来只能用这招。凤玲，你的精血我一定会收下。凤玲，今天你就去死吧！老祖，小心！这是厉家失传千年的禁法，以损害自身寿命为代价，夺走他人的修炼天赋和血脉。老祖才醒来，怎么能对得上这么阴毒的手段？终于露出马脚了吗？不可能！这是我偷偷苦练3年的功法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早就说过，吾乃凤家老祖。说吧，你这些下流恶心的功夫，究竟是谁教你的？老祖宗，
是我向女巫方请老祖宗赎罪。什么？凤灵，你真的是凤家老祖？什么？在我家住了1年的小乞丐，真的是老祖宗？爷爷，你说什么？他一个9岁小鬼，真的是老祖啊？凤家老祖？我瞧不上的小乞丐，真的是凤家老祖？爷爷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他怎么可能是老祖宗啊？爸爸，你介意我的身份吗？当然不会。灵儿，爸爸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。现在灵宝这么厉害，爸爸以后可能保护不了你了。爸爸已经保护我1年了，接下来该换我保护爸爸了。怀瑾哥，不，根本不是凤家老祖，今天就要撕烂你的真面目！跪下！我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凤婉哥，我已取消你凤家人身份，但你仍不知悔改，想要夺走吾身上的血脉天赋。既然如此，你那身凤凰血也不必留着。爸爸，奶奶是你的亲人，也是长辈，我不会惩戒她。以后我和爸爸的事，还有爸爸的婚事，都不需要老奶奶费心了。不，老祖宗，怀瑾，快帮我跟凤灵求求情！以后呀，你的婚事妈再也不管了。妈，这么多天，灵儿失踪的时候，我让你取消和凤家婚约的时候，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。如果灵儿真的是凤家远房的一个亲戚，您还会为了灵儿拒绝我和凤婉哥的婚约吗？不，你不会答应的。我尊重灵儿的想法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管我和灵儿的事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惩罚我，我保证我可以离开凤家，求你不要抽掉我凤家的血脉，求你了。那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我错在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老祖宗，是我眼拙，没有认清你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我错在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老祖宗，是我眼拙，没有认清你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你这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样，你对着老祖宗发誓，绝不再做出损害我们凤家、损害老祖宗的事情。我发誓，老祖宗，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会做出损害凤家还有凤灵的事。事发完了吗？如有违背，天打五雷轰！别忘了，无定的规矩里有一条，说出去的誓言，只要有一丝违心的念头，都会遭到反噬。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呀！可恶，这凤灵分明是在戏弄我，只要我有一丝念头，就要害我不利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凤凰血，我的凤凰血怎么没了？凤灵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提醒过你，是你心不诚，与吾无关。可笑，还真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。凤灵，现在已经不是你之前的那个时代了，灵气稀薄，就算你手眼通天，也不可能立刻恢复法力的。孽女，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哼，老头，还有你们这些人，我早就偷偷修行了禁术了，跟我斗，根本就打不过我。这是千年前李家的禁术，你修炼此禁术会损失你的寿命。哼，可笑，还以为我会相信你们说的话吗？我凤婉哥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自己去拿，自己去抢。这是我们凤家的镇族之宝。凤婉哥，把东西放下。凤灵，你现在就是个没有实力的小鬼了，还想跟我斗？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怎么样？老祖宗！糟糕，家族的阵法损坏了，家族的阵法有保卫加成，宝物被凤婉哥偷走大半，老祖宗的神力也因此损失。唉，是我失职，竟然犯下如此大错。凤家主，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救灵儿啊？灵儿，你醒了。我问凤家主，他说这不可说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灵儿？爸爸，我只是力量有点损耗。凤婉哥当真拿走了大半凤家法宝，我的修为受损，但有爸爸在，恢复起来并无大碍，只要多和他接触就行了。只是这接触的方法……灵儿，你是不是还有哪不舒服啊？没有哪里不舒服。爸爸，你能告诉我现在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？宝鼎我已经带出来了，凤灵现在神力受损，应该会昏迷很久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完全夺取凤灵还有顾怀瑾的神力了吧？顾小姐，你看看新闻吧。凤家凤灵现身，有望成为新的凤家继承人。顾怀瑾宣布公开为女儿凤灵举办9岁生日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顾小姐，按我说的办法，摧毁凤家的宝物，去勾引顾怀瑾，这样我们才能和凤灵有一战之力。知道了。成了，凤灵，我看你啊，也不过是强撑着，等到时候啊，我把顾怀瑾弄到手，这凤家没有了护法阵，我看你个小屁孩怎么跟我斗！哼！宝鼎被毁了，这李家对凤家布局也太久了，动作这么快。这几日我在研究现代的技术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。只要他们敢来，就必定是有来无回。嘘，阿姨，是我。婉哥，你怎么会来找我？阿姨，你知不知道顾怀瑾宣布凤灵是他女儿的事？哎，这可我早就知道了，他一点都没有跟我商量。未婚带着个孩子，以后怎么能找到名门闺秀啊？阿姨，那您知不知道顾怀瑾把他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转给凤灵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那财产有一部分可是顾家的，他怎么能全部转给凤灵呢？这件事呢，我也是从李家那儿听说的。您要是不信啊，可以打电话确认。不过我建议您呢，最好亲自去找他。他既然敢这么做，肯定是一点财产都没有留给你。不可能，他可是我儿子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阿姨，我知道顾怀瑾不是这样的人，可凤灵那个野丫头你是知道的呀。我这里呢有2瓶钥匙，这右手的这个呢，到时候你就放到凤灵的卧室里面，这样她就会一直不醒，不会给我们添麻烦。这左边的这个呢，到时候啊你就放到怀瑾哥的水里面，等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，那小鬼就不用管了。那可是凤家的老祖，这么做管用吗？阿姨，你仔细想想怀瑾最近的态度，是不是和你联系的越来越少？我知道顾怀瑾是你的亲儿子，可自从凤灵来了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离你越来越疏远？我知道顾怀瑾是你的亲儿子，可自从凤灵来了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离你越来越疏远？你说这凤灵的身份，万一坐实了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好好孝敬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说万一他们还想起你之前做的事，你说会不会把你赶出家门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可是我儿子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的身后呢是李家。等我成为了顾怀瑾的夫人之后呢，我一定把您当做亲妈一样，好好的孝敬。阿姨，明天晚上呢，等你事成之后啊，给我发消息。阿姨，明天晚上呢，等你事成之后啊，给我发消息。儿子，这宴会在老宅里办，是不是太仓促了点？妈，你就别操心这些了。婉哥说的对，顾怀瑾就是被那个小乞丐迷惑了，
他从前对我从来不这样的态度。妈妈不说了，这几天你也辛苦了，妈给你准备了营养汤，赶紧喝了吧。谢谢妈。妈，早点睡吧，我先去睡了。怎么回事？胸口怎么那么难受？怀瑾哥，我来帮你吧。凤婉哥，你给我滚出去！顾怀瑾，老祖宗也不过是看你体质特殊，利用你罢了。等我们有了孩子，那可是你亲生的，就不需要凤离什么事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灵儿会不会有危险？灵儿，怀瑾哥，你别挣扎了，一定很难受吧？别挣扎了。我要去找灵儿。灵儿，灵儿！怀瑾，灵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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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，这是中了魅毒，不过还好，我已经恢复了部分神力，去除这点毒素不成问题。老祖宗，该如何处置顾家老太太？等两人醒了再说吧。我怎么在这里？我不应该在凤玲房间下了药水吗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仅给我下药，还要害凤玲。怀瑾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小女孩，以后怎么结婚生子？妈，凤玲就是我的女儿。凤婉哥，也是你放进来的吧？他偷走了凤家古董，还加害于我们，你还相信他？你别管凤婉哥怎么样，顾怀瑾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凤玲，他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就算他是凤家老祖又怎样？那可是我们顾家的财产，你都给了别人。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对我的吗？妈，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妈，你不仅给我下药，还害凤玲，你早已不是我的母亲。怀瑾，什么？妈，天底下没有哪个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子下药。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妈。从此以后，我顾怀瑾和王夫人就没有一点关系了。什么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生日宴，老古董装嫩，还怪不习惯的。灵儿，你来了。凤玲，你连凤家的阵法都护不了，居然还有脸在这儿。顾怀瑾，昨天你已经做过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现在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丢下这个小乞丐，选择我。灵儿，这个人身上的气息不对劲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爸爸。凤婉哥，我这贵宾单上没有你这个名字啊。小鬼，你怕了吗？现在老祖宗已经没有神力了，就算是千年传世，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罢了。凤婉哥，这都是你做的。是又如何？现在我能够站在这儿，全靠那些破玩意儿，卖上一个好价。卖上一个好价。凤玲，你没了这些宝物，这凤家呀，就像是四处漏风的筛子。顾怀瑾，你确定不选择弃暗投明，奔向前途光明的我吗？顾怀瑾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现在顾氏集团已经是个空壳了。凤婉哥，你什么意思？
我用那些换来的钱收购了顾氏集团的股份。如果你现在跟着我呢，这顾氏集团依旧是你的。但如果你要留在凤家，那你什么都没有。顾怀瑾啊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这个凤玲神识不稳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个乞丐。难道你想一辈子和这么个小乞丐生活在一块儿吗？我曾经答应过灵儿，会照顾她一辈子。灵儿，你会接受一个一贫如洗的爸爸吗？爸爸，我说过，顾家的一切，还有这世间的荣华富贵，都该属于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凤玲，你已经没有了那些宝物，还有什么能力跟我抢呀？既然好话说了你们不听，休怪我动手了。这可是我花了10年寿命换来的法术，如果你是之前那个老祖宗，我这点手段拿你没办法。但现在你没了神识，这弓箭定能得手。老祖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犯过一次错，不会再犯第2次。这是我新研发的法术和科技术，只要在我改造过的网络范围内，便受到我的灵力保护。我虽然是1000年前的古人，但如今能用如此方便的科技，为什么还要用那些笨拙的阵法？神令降世，凤氏推出新的无限法力技术，现已交给凤氏新任总裁顾怀瑾负责。灵儿，这是我给爸爸准备的生日礼物啊！你说我的法力只会用于自己？不，我的法力会造福于大众。凤玲，你已经神力受损了，哪来这么强的法力啊？无知小人，老祖宗岂是一个后来的李家可以撼动的？束手就擒吧。不，还有办法。凤玲，你不想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凤玲，你不想让我好过，那你也不要好过。这是李家最新研发的符箓，相当于宝鼎的威力。凤玲，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，那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下地狱吧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凤婉哥，你执迷不悟，作恶多端，让这世界的法律来处置你。婉哥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交给你了。爸爸，我先走了。灵儿，交给你了。爸爸，我先走了。灵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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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？灵儿，老祖宗，求您救救我！何人喧哗？老祖宗，如今的凤家内部混乱不堪，几年前遭遇大变，家中子嗣凋零，余下几个子孙不成器，把集团搞得一团糟。我恳请老祖宗出手帮帮如今的凤家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帮你一把吧。我凤家的血脉竟被族人杀害，可怜的孩子，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身体先借用一下。